峰哥，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很差，经济很差的时候，底层的辛苦大家都知道的。你看到这一群人是什么？卡车司机。现在卡车司机在中国竟然被形容是什么？他们的生活跟生死博弈一样。你现在只要胆敢影响我赚钱，或者是影响我什么样的生活，我是用命去跟你去玩的，去跟你撞的。对，这是12月2号发生的一个事情，在大陆这个地方也看到，这台货车它前面的白色的是什么？是警车。为什么呢？因为他想把它拦下来，拦下来干嘛呢？肯定就是开罚单，而且现在来讲的话，包括交警，包括城管，每个罚单都是比狠的啦，最少5000块、3000块，最多的话几万块。然后呢，他这个货车司机他现在已经进行生死博弈了，对，他不能停。停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你就要被开罚单，被开罚单你要被扣货，被扣货之后呢，你想想看，搞不好你也被扣车，所以呢，他就尽量的用一个蛇形的方式，想要跟这个交警把他给撑到最后。对，如果我超过了你的一个警戒范围，或者是你的管辖范围，你会放过我？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交警也是跟你来硬的，一路的把他给盯住。对，盯住之后呢，后来有一个交通警察就下车了，下来之后呢，要开始开罚单了嘛，哔哔哔哔，没有想到，你看。韩德路一转，直接把他给开过去。那开过去，你知道吗？画面的下方那个交警直接被他碾毙，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残忍。他已经俩公啊，他觉得说他不想要被你开罚单，所以呢，如果你开我罚单，那我公司也会倒闭，我可能也付不出这个钱哦。倒不如就跟你拼了。碾过去之后呢，另外一个交通警察赶快跳回车上，不开罚单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个狠人，跟你拼命，所以看这个画面哦，一样也是要被拦车开罚单。结果你看，3辆警车直接跟他硬刚，这个叫大货车司机没有再客气的啦，直接把你像推土机一样把你给推走了。哇塞，真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现在就是跟你拼命。反正呢，我被你拦下来，罚单开下去，我货到不了之后呢，我也要去缴这个罚单，我公司可能也会倒闭。那倒不如你看哦。这是之前的，之前只会撞车，现在连人都直接碾过去，而且碾下去的还是那个交警。好，那你知道他们的日子有多难过吗？你现在大货车你要跨县市去载货，其实已经赚的不多了，因为最近来讲的话，不是刚结束1111吗？对，11很多的量已经下滑了。那下滑的情况之下的话，我送不了这些包裹，我送什么？我送个苹果总可以吧？结果你知道吗？他送17吨的苹果，结果被抓到，就是这个帆布，当场就被说你这样子把塑胶类的制品跟农产品一起的话，属于什么？属于你是一个产品混装啊。它不就是一个布，然后覆盖在上面吗？那个司机大哥说，因为苹果怕被淋到雨，所以呢，你看一下，等我看一下这个布，这个布一看起来就什么？这塑胶帆布嘛，我就是多备了一个塑胶帆布。如果呢，我原本的那个被吹走了，我再把这个拉下来，结果不管这个塑胶帆布要罚多少钱？要罚3570元人民币，折合台币大概多少钱？大概1-2万块钱啊！你不要觉得1-2万块。他可能利润就只有几千块，你现在罚着他1-2万块，那你要不要他活？他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太惨了吧！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一个状况了？现在只要你一犯事就被罚，对，而罚下去的话都是会让你家破人亡的。所以呢，现在来说的话，对他们这些大货车司机来讲的话，已经看不到了希望。那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呢，社会就会动荡，戾气就会发生。你看一下这个画面哦，这个是在湖北武汉。在武汉这个地方其实它有一个商店街。那商店街呢，外卖小哥跟店家发生了一个冲突。什么冲突？你单子怎么让我等那么久？我这个被负评的话被平台扣钱的。没想到吵起来之后呢，竟然发生这种情况。最后外卖小哥直接跟这个店家吵起来，店家一开始以为自己拿出铁铲，炒菜的铁铲，那应该是很有武器，应该打得赢吧？对。外卖小哥40几岁，最后从车厢里面拿出什么大刀？我也不觉得你送外卖，你怎么会准备刀子在车上呢？结果到最后，这个拿铁铲的老板就被活生生的砍死在地上，而另外一个比较无辜的是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在劝架到最后也是被砍下去。所以呢，很多的网民就讲说，最近大家要克制，什么意思？不要随便跟人家吵架，不要当路怒族。不要有一点点的纠纷，为什么？因为你遇到的都是经济状况非常弱势的狠人，人一没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峰哥，你意思说现在中国这些底层人是像一个什么？他只要被触碰到一下，那个怒就整个起来，他们整个就爆炸了。
他说没关系，我也没有办法活了，大家都不要活了。因为只要你人到中年之后，上有老下有小，你真的惹不起这些人啊。那除了一般的人之外的话，你想想看，现在来说的话，有一个人他跨省，我们最近有讲过，他跨省犯案，已经杀了非常多个人，你知道吗？目前为止造成9人死亡。那造成9人死亡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人还抓不到。这个姚姓男子才抓不到，其实他才刚出狱半年，出狱半年之后呢，跨辖去犯案，犯案之后呢，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嚣张？他还跟别人来视讯哦，就是这个画面，说你看现在公安还找不到我，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现在社会底层来讲戾气非常非常的重，而只要一跨省的话，对公安来讲的话，似乎拿他没办法。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看。现在来说的话，所有的人都在找他，而他竟敢呛瞎说你们现在还找不到我，还说哪里又死了一个人。所以现在很多大陆的网民直接说什么事情，如果这个人找不到，对，那大家一不上街，二我们上街要自我防备。自我防备什么？你看出门后手里要拿着水果刀或更长的刀，边走边玩。那你是不是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一题的外卖小哥一样？你怎么会吵架的时候呢？你这样可以随身拿出一把刀来。对，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当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可以去保留或是珍惜的时候呢，那遇到状况就像是点火一样，马上就爆炸了。宇轩，我们刚刚特别讲，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它内部压力整个都会要爆炸。为什么大家过得没那么好的时候，今天你只要影响到我生活，真的是拿命过来拼的。而拿命过来拼还有什么？洪都拉斯。我们之前讲，洪都拉斯现在。结果应该是那样子，就是亲台派、亲美派赢了，但现在什么？他们才开了80%左右，因为不是坏掉吗？川普不是很气吗？不要乱搞，你乱搞就死定了。好，结果现在最有趣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次洪都拉斯会这样翻盘？因为当时你中国的承诺完全都是假的嘛，你全部都是。结果现在中国说没有，我没有哦，我现在。我可是买了很多的白虾，我给你很多的建设，我给你很多的帮忙啊，你到现在中午还在说什么鬼话后悔了吧？洪都拉斯，因为现在呢，不管是哪一个候选人当选的，最后都是台湾获胜。因为你看看这是他们台面上3位候选人，一个叫做自由党的纳斯拉雅，另外一个就是阿斯夫拉，也就是川普支持的那位候选人。但是各位，我跟各位报告2个人现在领先，一个40.3，一个39.6，伯仲之间。换言之，后边上不要这有没有看到前家昂弟弟的这个查某？这个就是亲中派我连他的名字都不想念，就再见，没有你的事。那剩下这2位呢，都是挺台派，他们就跟你讲说，未来要跟台湾建交，未来要跟台湾合作，要跟台湾贸易。为什么？理由很简单，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讲洪都拉斯跟我们断交之后呢，跑去贴向中国，结果呢？日子过苦啦，所以知道后悔啦，民意翻转啦。你自己看中国当时承诺他说什么？我跟你签了1万吨的白虾采购协议，过去建交2年多来，双边关系快速发展，讲了噼里啪啦一大堆。但是我跟你讲，全部都跳票，对，全部都跳票。白虾有没有真的？我们讲采购几万吨？没有，白虾还锐减。这已经很夸张，这当时的承诺没有，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在洪都拉斯变天之后，林健他又出来讲，他说有啊，我们真的有啊，你到底有在哪里啊？他说有签，有签，还没有兑现呐，不要那么急啊，你急什么？没有，人家就很急啊。原来是我错了，2年已经快被你们搞爆了不要想太多。你看整个投票到目前为止大概一个40.27啦，一个39.64，但各位没看了那这种挺台湾的呀但是你仔细看为什么洪都拉斯现在会翻盘？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理由，你看。中国违背了先前的承诺，并且造成了经济损失，标榜洪都拉斯富有成效的合作，专包东西骗人这是外电直接把它写出来。这是洪都拉斯当地的媒体他跟你讲说，我们自从跟中国建交之后呢，少了台湾这个我们讲的邦交国，少了我们的援助，结果他们的白虾暴跌67%，其中有60家白虾企业社倒闭。其中有4万个工作消失，然后对中国贸易的赤字正在扩大，什么意思？他们没有赚中国人钱，反而是中国把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倒到这边来，而且中国出口占洪都拉斯的总出口比不到1%，你们是公生球。当时跟你这个大国想说就是笑雄你的市场，结果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所以最后来各位报告，损失3亿元，光是水产就3亿元。你有没有看到这么离谱？结果呢，人家把他们一项一项细项全部都列出来，说什么？没有兑现的承诺。里奥德尔翁布雷大坝
这就是所谓的类似“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对原本说5亿美元，就到现在呢，鬼影都没看到。再来，乔洛马纺织综合体4亿元，以及要盖公园、会议中心、资金、教育计划20多项协定，转播拢跳票。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这个情况下呢，你是洪都拉斯人，你怎么会去接受？更何况中国不是跳票而已，你知道还想干嘛吗？修康修胖，还想要搞贪污。这是最新一个，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洪都拉斯呢要建一个水坝？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坝有没有？非常美啊！它那个画面这么好，就那个水这样下来，对洪都拉斯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啊。结果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什么鬼影都没看到，就假的哦。因为讲了很久了哈。那重点是你知道是什么吗？整个洪都拉斯在做这个大坝的时候，本来就说要花5亿美元。结果有一家中国公司，就是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呢，介入到这个地方，说我们要跟你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正好你知道吗？首先第一个，他们什么时候签 NOU 的？不知道。金额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细节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通过国会？没有。有没有通过相关的公开透明阳光法案？都没有。然后5亿美元莫名其妙这样讲，结果呢被人家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查进去发现这家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呢，曾经呢在奈及利亚。以及呢，在秘鲁其他的地方，要么是收贿，这什么意思？他行贿，等于说我跟你要办一个工程，然后呢，你政府给我的30亿，然后最后我这个工程我也没有盖，那我可能给你回馈呢，给你10亿、15亿，然后我们两个人这样对奔，那根本什么东西没盖，然后呢，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要么是这种诈欺，要么是贪污，所以这一家中国土木工程公司。早就已经劣迹斑斑，就这时候洪都拉斯就怀疑一件事情，那你现在跟他讲说要签5到5.5亿美元，然后备忘录都没看到，细节没看到，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图片很漂亮的那个影片我跟各位讲，那个只是虚拟图像而已，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记者包括外媒去问都问不到，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有如毒药。不要讲说要帮你制造经济蓬勃发展，一旦建立邦交之后呢，连东西呢都不跟你买，频频的卖烂东西过去，要么就想要贪污社会，搞你的钱，也难怪洪都拉斯的人民会彻底翻转。廷慧，我们刚刚洪都拉斯这件事情，还有刚刚前面日本的事情，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已经被看破手脚，被看破手脚后，他要开始出怪招了吗？我今天看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太奇怪了。中国把通缉犯遣送回台湾来，用小三通的方式。昨天送了10个人，那你说有通知，那也就算，直接把人塞到小三通的船上，结果就这样大家一起搭。我说旁边我旁边坐通缉犯，游客快吓死了。结果今天媒体还爆出，原本今天还要再送3个进来。我心里讲，你中国现在出怪招吗？你在出什么垃圾部吗？你在测试台湾的海防、台湾的相关的一些防卫吗？这个太扯了因为什么呢？这10名通缉犯事实上有些台湾来讲的话没有通缉，是他们自己通缉的。那有些来讲是他们之前是在柬埔寨抓到的台湾人，然后呢在各个地方服完刑之后，然后送到厦门这个地方，然后想要透过小三通直接把人送回来。但问题在哪里？问题他没有所谓的事先跟我们的正常管道来通知我们说要人过来了。当然今天这个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已经出来讲了，说有啦，他们事实上有通知，但是通知比较晚。事实上通知比较晚，有可能说今天要送人了早上来才跟你通知一下这样子，前5分钟跟你讲，对，这也叫通知嘛，对不对？通知然后通知比较晚，另外来讲的话，也是透过非正常管道，原本没有既定的管道通知的可能通过什么私人关系或什么来通知这样子。好，那问题来了，这个人一送呢，也没通知我们金门当边的这个对面的这个他们的相关单位，所以这人呢上来之后，结果大家会很害怕，怎么旁边有李光头的，李平头的，会害怕的。我是小三通的游客，我看10几个人，每个都这样很凶的。是啊。我想说，这是什么船啊？对啊，我吓死了。然后，所以到了金门之后呢，金门港警还有金门海巡，还有金门相关的单位来讲，吓一跳，怎么一次来那么多通缉犯？以往他们也是透过这种方式遣送，但是大概一次都来1个或是2个这样子，但是一次来了10个，这个金门怎么处理？当然了，就赶快去跟各个地方，比如防部通缉的检察署来进行这个后来视讯，到底确认说到底哪些是属于通缉犯，也做了一个处理。对。但后来呢，他又说要在下午要再多送3个过来，我们给他拒绝。这个是3个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任何身份来讲的话，你要先提供相关资料，然后再进一步来做这个事情。对。但是你知道，其实说真的，你说在做对台湾的压力测试，
那照理讲也不是这种方法。这很什么叫奇怪啊压力测试呢？其实就是用偷渡的方式到金门去，但是现在也不是，他还是透过商家，然后还帮他们买票哦。然后但是问题是买票完之后，他们过来之后呢，发现到一件事情，他们每个人身上没钱，对，只有零钱多少几块钱而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他们养不起了，中国自己也养不起这些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监狱来讲的话，已经应该也爆满了，然后再加上什么事情，就是这些人，你是台湾这边的通缉犯嘛，对不对？对。哦，然后那边抓到了嘛，那抓到之后，其实他们不是那种逍遥在法外的，在外面的、哦，他们是一被抓到已经服刑了哦。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哎，你就回去吧。为什么？快过年了吧？那我们的单位预算也差不多有限了、这凸显出一点什么事情呢？是这样子。我告诉你，这才是真实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单位没有钱了。没有钱要了，过年了，然后没钱了，那你还要在那边这个白吃白喝吗？哎，说真的，这些都通缉犯，你觉得他们家属会汇钱到大陆给他们帮忙付费吗？也不会啊。对，所以他们都吃他们的预算啊。那现在来讲的话，他们认为说，今天我公务机关都已经是他们的8项规定啊，他不能吃香喝辣的，结果还要去养你这些人。对不对？这些人说真的啦，在台湾来讲的话，也认为说这些人不应该养。对，那大边的人为什么要花他的纳税人去养你的钱？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内部经济发生这么情况之下，公务机关的单位的预算也在吃紧的情况，那你这些人，我把你白养着吗？所以哦，这今天来讲，他是丢包。他那种感觉又像丢包。什么叫丢包？因为各个单位、各个地方全部送到厦门这个地方来啊。比如说有些是在山西的，有些在太原的，有些在哪边去服刑的，然后再送到厦门这边来，然后一次就把你全部丢回来，就是因为预算吃紧好，然后要过年了，当然不管是西历的过年，或者是农历的过年都快到了，所以呢，现在单位来讲的话，我不会养这些人了。或许以前哦。这个经济状况好的时候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经济状况下滑的情况之下，从这个事情就会看出中国经济有多糟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